观之道为实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人的一生一半在睡眠中度过，睡眠之于养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。而道家有一睡功法诀为：围冬而寝，侧身而眠，如犬之躯，若龙之盘。一手屈肱枕头，一手直摩其眼，一只脚伸，一只脚犬，身部外持，气自安然。收心下藏丹田，神气和合成丹。没错，今天小关要来分享的正是道教流传100年的睡功——蛰龙睡功。那在节目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。陈抟老祖传有睡功秘诀32字，名曰蛰龙法，其诀曰：龙归元海，阳潜于阴，人曰蛰龙，我却蛰心。莫藏其用，悉之深深，白云上卧，事无知音。道在守本命，真火暖外肾，回光内视，神助丹田。其法先向左边侧身而卧，左手托腮，右手握住外肾，左腿全屈，右手半屈半伸，心神凝定于下丹田之中，默数呼吸出入数，共数360息，心息相依，神物外赤，绵绵密密，不急不气。数过360息，够1周天之数。之后正身仰卧，两手握住外肾，着力往前，正12下，两腿向前用力伸，然后闭气腾身。玉枕、脚跟和手掌着床，其他部位悬空，闭一口气，腾一次，连续腾身3次，而后还需养静，再向右侧身，照前行功360息，够1周天之数。仍旧正身仰卧，两手握住外肾，照前行功，着力12下，向上闭息腾空3次，还需养静。最后侧身用手抱住肾囊，神折下田，若存若亡，一念不生，生静立即，先存后忘，入于混沌。此种睡功法比较适合老年人练习，运用得意时，则外肾温暖而阳节再生，以后睡眠醒来之时，便有一阳出动的景象发生。此时应当采用外药的功夫和炼精华节的口诀，再用睡功秘诀继续养温。临近天明之时，再照以上方法行功数息，最后还需养静，至此则1宿之功完毕。睡眠是人体的活力之源，它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，可以促进生长发育，有助于防癌，更是最便携、最省钱的美容方式。中医、现代医学，尤其道学对睡眠本质内涵的深度诠释与疾病的关系。现在很多人却在睡眠上出了问题，熬夜、失眠、梦多、梦游等问题，导致白天一个个精神萎靡、无精打采。中医认为属于不寐症，其总病机总属阳盛阴虚，阴阳失调，一为阴虚不能纳阳，一为阳盛不能入阴。现代医学称之为入睡和维持睡眠障碍。对于失眠是每个人都遇到过的，也是每个患者都为之头痛的事。失眠症的并发症众多，其危害不容小觑。因为各种原因引起入睡困难，睡眠深度或频度过短，早醒及睡眠时间不足或质量差等，进而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身心健康。很多人在睡眠方面存在一些问题，失眠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。长期失眠可能会引发一些疾病。中老年人在身体机能下降的情况下，长期失眠可能会对心脑血管、消化系统造成不良影响。而蛰龙睡功具有增加睡眠的时间与质量，广泛防治疾病的功能，对上例疾病都有不同程度的预防与治疗作用。体内疾病大部分因气血阻滞所致，如果能天天做功，日日感召真阳，则全年无疾病之痛，无疾痛之苦。蛰龙睡功采用卧位，与平时睡眠基本相同，它的功法要旨为手中抱一，心息相依8字，
这是最简单、高效和圆融的微妙法门，是古今真仙修炼真功的不传之秘，是万两黄金也难买的修真秘诀。接下来，小关就将睡功的部分笑眼分享给大家。首先，要改变你对睡眠的错误认知。睡眠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健康问题。其实，大部分人都患有睡眠障碍，除了因为本身不良的睡眠习惯以外，更多的源自对睡眠诸多错误认识。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了解睡眠，很多时候正是人们的偏见和错误妨碍自己去获得真正的完美睡眠。比如用数羊的方法帮助入睡，睡不着也要在床上躺着，熬夜第二天再补回来等等。就目前来说，睡眠障碍临床表现主要分为2类。第一类，睡眠量的不正常，可包括2类，一类是睡眠量过度增多，如因各种脑病、内分泌障碍、代谢异常引起的涉睡状态或昏睡，以及因脑病变所引起的发作性睡病。这种睡病表现为经常出现短时间不可抗拒型的睡眠发作，往往伴有摔倒、睡眠瘫痪和入睡前幻觉等症状。另一类是睡眠量不足的失眠，整夜睡眠时间少于5小时，表现为入睡困难、浅睡、易醒或早醒等。失眠可由外界环境因素、躯体因素或心理因素引起。一些疾病也常伴有失眠，如神经衰弱、焦虑、抑郁症等。第2类是睡眠量足够，睡眠中的发作性异常影响了睡眠质量，只在睡眠中出现一些异常行为，如梦游症、梦呓、夜惊、梦魇、磨牙、不自主笑、肌肉或肢体不自主跳动等。这些发作型异常行为不是出现在整夜睡眠中，而多是发生在一定的睡眠时期。例如，梦游和夜惊多发生在正乡睡眠的后期，而梦呓则多见于正乡睡眠的中期，甚至是前期。磨牙、不自主笑、肌肉或肢体跳动等多见于正乡睡眠的前期，梦魇多在异乡睡眠期出现。睡眠质量的重要性想必大家都知道，它与健康养生息息相关。俗话说，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觉补。说到底，睡眠是补肾良药。人们在劳动、工作、学习中消耗的大量能量，除了靠饮食来补偿外，还需要靠睡眠来补偿。就像古人说的，服药百果不如独卧，意思就是安稳的睡个好觉胜过服用补药。所以养生之诀当以善睡居先，只要你掌握了睡功的修炼方法，就抓住了改变你健康状况的最好的契机。接着我们说回折龙睡功，其核心是睡心，让我们先睡心，把心先静下来，即先睡心，后睡眼。此时身跟着心都很轻、很细、很微。普通睡眠会经历浅睡阶段，大脑皮层活跃，梦境分起，干扰睡眠，影响睡眠的质量。次日或有头脑昏胀、疲劳之感，睡功则以速睡为宗旨。超过浅睡阶段，直入深层睡眠，自然无梦境干扰，确保了睡眠的质量。一觉到天明，醒来百脉调理，精神舒畅。无论从普通人入世法养生，还是出世法修行，质量高的睡眠不仅能够使人充满精力、神力、体力，还可以预防与治疗大部分疾病。修炼睡功后，可以帮助人悠然速睡。普通人睡前思前想后，辗转难眠，修炼睡功，心息相依，静而相望，恍然间不觉睡去。刚开始做心息相依时，功夫时间稍长一些，待纯熟之后，数次呼吸之间既能心息相望，自然睡去，则逐步接近丹道至大定。再深入剖析，睡功此法类似胎息法，睡功之境界是睡目而不睡心，心静如止水，无为而无不为，似睡非睡，呼吸缓慢到几乎停止呼吸境界。此时产生胎息，胎儿在母体内不用鼻子呼吸，以脐呼吸，但是到此一脐呼吸。其实睡功可以贯通中脉，直透3田，
进入胎息真境界，进而抚养神。当然了，睡功其实并不是一种功法，而是修炼到比较高的境界后，自然而然生成的一种生命状态，不是人练功，而是功练人。古往今来，有多少圣贤大者孜孜不倦地探索进修和提高睡眠质量的奥秘。儒家圣人孔子创立心斋法，理学家朱熹修炼的观想法，米小耿创立的中黄直透法等等，都能有效地提高睡眠质量。但是我们自己目前能做的就是，且不管它18000法门，先学习蛰龙睡功，先睡个好觉再说。道焉，修道不修道，先学狗睡觉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觉得通过此视频学到了有用的知识，希望您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喜欢小关，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